火力军前2天看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法新社发布的，名字叫《从手枪到巡航导弹，西方是如何武装乌克兰的》。法新社将北约援乌武器的过程分为了几个阶段。这期视频，火力军就结合俄乌战争以及俄军战术变化，跟大家聊聊这事儿，算是乌军武器变化的总结篇。从北约援乌的武器来看，俄乌战争的时间越长，北约援乌武器的威力就越大。法新社将援乌的武器种类分为了5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防御性武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侵略战争，北约也开始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只不过这个时期的武器大多都没什么攻击能力。按照德国基尔研究所的数据，去年2至3月，基辅共收到4万多件小型及轻型武器，也就是手枪、步枪、冲锋枪这种小玩具，还有1.7万枚肩扛式防空导弹，以及2.5万个头盔和3万件防弹背心。原因也很好解释，除了事发突然没反应过来之外，北约也不太看好乌克兰，不认为乌军能扛住俄军的进攻。西方智库机构普遍认为，俄军会在1个星期内获得胜利。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俄军确实挺猛的。这个时期也是乌克兰最危险的时候，俄军全面闪击，甚至兵临基辅城下。北约的判断是乌克兰抵抗不了太久，援助的武器也都是一些防御性武器，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德国第一笔援助只有5000顶头盔，法国总统马克龙则是给普京打电话，希望和平解决问题。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甚至建议泽连斯基在英国组建流亡政府，但是因为俄军的战略误判以及将领指挥无能、分兵冒进，加上后勤不济等一系列问题，造成俄军第1阶段的全面进攻失败。乌军算是打出了自己的价值，于是西方开始大量援助乌克兰重武器，规模不断升级。美国跟盟友一起成立了专门的协调小组，长期协调对乌克兰军事援助问题。北约也明确表示无限量供应乌克兰武器。美国通过援乌租借法案之后，直接甩出了400亿军元的大礼包，主打一个贴心。当然，西方在这个时期援乌防御性武器不止这一个理由，最重要的还是这些武器操作简单，而且威力大。无论是标枪还是毒刺，都是步兵单兵或者小组使用，不需要太多的车辆机动，并且技术已经成熟，完全的傻瓜式操作，只需要瞄准发射就行。俄乌战争刚开始，北约也没办法培训乌军士兵，只能援助乌简单有效的单兵武器，也就是火力军之前说的低成本高科技战争。凭借着单兵武器量多威力大的优势，俄军的钢铁洪流直接成废铁。 T90 T80被频繁开罐，俄军卡52以及在低空飞行的战机也被打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时间快进到2022年春天，援乌武器进入第2阶段，火炮。俄军被赶出基辅市郊和哈尔科夫后，缩小了攻势，将兵力收缩到顿巴斯，对北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发起重点进攻。双方的主要对抗变成炮兵战，俄罗斯每天发射6万发炮弹，而乌克兰只能发射约6000发。于是西方援乌的重点变成了火炮，让它能够袭击敌后，摧毁军火储备，并扰乱俄罗斯的补给线。其中法国的凯撒大炮和美国的海马斯表现最为突出。去年海马斯刚上战场的时候，战绩多辉煌，就不用火力军回忆了吧？1周能摧毁10几个俄军弹药补给点。这些远程火炮部署之后，对俄军的后方指挥所、弹药库、交通线和防空系统造成了不小的破坏，对俄罗斯炮兵形成了精确打击上的优势，削弱了俄军的进攻能力。到去年秋天，西方向乌克兰交付的榴弹炮达到321门，多管火箭发射器49套，攻击直升机24架，美制无人机1000多架，以及苏式坦克280辆。接下来就是第3阶段，导弹防御。转折点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刻池大桥被炸事件。自这开始，俄军就开始用导弹或者无人机对乌克兰后方的基础设施实施恐怖袭击，导致乌克兰多地停水停电，甚至后来还找伊朗买了点小摩托。于是西方国家开始援乌防空武器。
美国在此期间向乌克兰提供了 MIM-104，德国则向其提供了猎豹式防空高炮。随着时间的推移，乌克兰后方的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基辅都要面临大规模停电的情况，所以北约援乌的防空武器也进一步升级。比如 NASA-MS Iris-T， 去年12月，美国还同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最近已经抵达基辅了，并拦截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不过也听说爱国者已经受损了。当然，空袭的时候，俄乌战场也没停。冬季期间，俄罗斯准备进一步推进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但乌克兰也想收复领土，东部战线陷入堑壕战。为保住顿巴斯地区的巴赫穆特市，泽连斯基呼吁西方援乌最先进的坦克，这就是援乌的第4阶段——坦克。不过，像这种重型武器需要美国先开口援乌，欧洲这边则希望德国打头阵，援乌豹2，但是德国则在等待美国。就这样一直僵持到1月份，德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本国的豹式坦克，允许别国援乌豹2。英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挑战者，美国也承诺在今年秋天之前向乌克兰提供31辆埃布拉姆斯坦克。同时，乌克兰还获得了大量的无人机、无人舰艇、通讯器材、情报共享等方面的支持。截至2023年4月末，北约盟国和伙伴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550辆装甲车和2300辆坦克。下一个阶段则是战机。这个问题，火力军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北约援乌战机是肯定的。最近英国不是说要培训乌军飞行员，并援乌需要的武器，比如 F-16。有趣的是，英国在5月份的时候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这应该是测试俄罗斯的反应。美国这边见普京没反应，在今年的7国集团上宣布，美国将支持向乌克兰提供 F-16，并将支持培训乌克兰飞行员。听说乌克兰还向美国请求 AIM-120以及远程对地导弹，可用于攻击距离俄军阵线后方300公里的阵地，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同意。总的来说，北约援乌的武器基本上都是乌军当下最需要的。援乌过程也说明了俄乌双方的战略变化。最开始的时候，俄军主打闪电战，攻势较猛，北约就援助标枪、毒刺这种防御性武器，简单易上手，威力还大。后来俄军强攻不成，打算逐步推进，双方陷入炮战。北约援乌海马斯、凯撒这种精度高、射得远的火炮，加上北约的情报支援，乌军算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至于后来的坦克、战机，情况一目了然，俄军越打越弱，正是乌军反攻的好时机。不管怎么说，乌军能打成现在这个样子，北约的功劳起码占一半。在5月18日的里斯本新闻发布会上，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通过一项长达数年的乌克兰援助计划，准备将乌军的苏式武器彻底转向北约武器，让乌克兰实现与北约盟友的作战兼容性。威力如何就不用火力军多说了吧。俄罗斯的大炮主义已经彻底行不通了，像北约这种具备特种作战能力，并且武器精度高、射程远才是王道。不过说到这儿，火力军就稍微有点好奇了。俄乌战争打了1年多，俄罗斯也有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为什么普京还是没有摧毁掉北约援乌武器的交通运输线？对于西方援乌的交通线，俄罗斯高层已经不止一次宣称要打了。当时基辅战役还没有结束时，俄军甚至派出了一支部队向基辅西部进军，打算切断西方武器入乌的交通线。不过他们后来被乌军击退，没有得手。之前还警告过北约国家，如果北约不切除对乌克兰的武器输出，俄罗斯不排除会和北约发生军事冲突。不过就结果来看，这就是个笑话。跟北约动手，俄罗斯还没那个实力。去年5月份，北约计划援乌远程火炮和无人机的时候，绍伊古就说，任何进入乌克兰境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物资的北约载具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结果呢，什么都没看到，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俄罗斯防空部队博物馆馆长给出了答案：俄军无法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乌克兰领土，而且空射导弹或炸弹无法击中桥柱，没办法彻底摧毁道路。特种部队无法潜入乌克兰比较好理解，乌军在后方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反渗透机制。不过，俄罗斯这队的导弹和炸弹无法击中桥柱，
这就比较尴尬了。俄军缺少高精确度的乌克兰数字地图，这也意味着精确制导武器无法在立体角度打击目标。导弹从上往下打，一定是打到桥面。一旦有了数字地图，巡航导弹就可以使用地形匹配技术，低空巡航，增加突防概率，有能力将桥梁连根拔起。俄罗斯空天军也缺少电视制导的空对地导弹，只要攻击的角度合适，能人在回路控制的空对地导弹仍然是有可能摧毁桥梁底部的。当然，要从桥面上彻底摧毁大桥也不是不可能，需要投放大量大威力的高精度制导炸弹，命中精度要能达到米级，这是俄罗斯现有滑翔炸弹做不到的。同时，援乌的补给线很长很复杂，交通线的大部分位置都在俄军打击范围之外。北约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武器一般都是从德国、波兰等地入境，然后经过铁路运送到波乌边境，再经过利沃夫、沃伦等乌克兰西部城市，集中分配运送到前线。俄军要想切断这条交通线，至少需要具备对乌克兰西部地区的打击能力。但是俄军现在主要的活动范围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离乌西地区距离太远，根本无法对这里的交通线造成影响。俄军的野战火炮射程大多在15至40公里之内，只有巡航导弹和空军战机能够长途奔袭，除非俄军能再次向基辅发动攻势，不过很显然可能性并不大。至于让使用空天军对援乌交通线实施空中袭击，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必须通过乌军严密的防空网。但俄军的巡航导弹和战机数量有限，需要优先运用在乌东前线，没有那么多资源放在乌西地区。就算要对乌东之外的地区使用，那肯定也是对付基辅、敖德萨等地区。同时，乌克兰的防空实力比去年好太多了，不仅有苏制 S-300和山毛榉，还得到了美法德提供的高射炮和中远程防空导弹。俄空军在去年的行动中已经吃过乌克兰防空导弹的亏，损失了不少战机，早就不敢再玩战机长途奔袭的战术，其出动频率也大幅度降低，很难组织起来去空袭乌西地区的军援交通线。顺带提一句，北约援乌武器之前就已经表明，如果俄军攻击对乌的武器补给线，那就是对北约开战，估计俄罗斯也有这方面的顾虑。当然，就算是俄罗斯真的摧毁了这条从波兰进入乌克兰的交通线，北约也可以开设新的援乌交通线。北约国家与乌克兰相连的领土不仅有波乌边境，北约还可以将援乌物资先送到意大利和希腊，再经过阿尔巴尼亚、北马其顿抵达罗马尼亚，再从这里进入乌克兰。如果条件允许，美国或许还能说服匈牙利和土耳其开放边境，从外卡尔巴阡和敖德萨开设新的援乌交通线。所以，俄罗斯没有切断北约援乌的交通线，不是不想，而是俄军确实做不到。总的来说，北约援乌的武器可能不是乌克兰最想要的，但一定是最适合的。毕竟，北约就算是援乌 F-35，也没人会驾驶。美国、北约经过战场推演以及战术俄军的变化来确定援助武器。当然，不排除北约有测试武器以及战术的目的，但不管怎么样，结果是好的就行。而且在俄军无法摧毁乌军补给线的情况下，战局的胜负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各位觉得北约与欧洲的 F-16什么时候才能正式抵达乌克兰？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我们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